5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开启就职16个月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美方形成一改先日本后韩国的通常做法，先到韩国。为什么会这样？拜登总统此次这个首访韩国呢，我想，很重要一点还是要给这个新成立的尹锡悦政府打打气，因为尹锡悦一再提出要加强这个韩美关系，要把文在寅政府时期搞坏了的韩美关系修复。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拜登选择首访韩国也是有他的目的的。文在寅政府的时候，韩国对日本的关系非常着地，甚至恶化，互相报复什么这样的。所以呢，既然他到日本去全面的这个安全协议机制啊、IPEF 等经济要谈了比较多议题，所以呢，矛盾多的这个韩国跟日本之间的矛盾多的，这个韩国先去听韩国的意见，再去日本再谈的话呢，比较顺利的。然后第二个，韩国跟强化这个同盟的关系，应该是示范作用给予其他国家，那包括这个东南亚国家呀，或是这个印度啊。但是也担忧的一半，担忧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就是韩国过于亲美，过于这个靠近美国的选边站，会引起这可能中国或是俄国这些关心这个半岛议题的国家的这个疑虑，这个会造成可能反倒一个有利的一个后果。5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已经举行了首脑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尹锡悦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的目标，并且就具体落实方案交换了意见。升级为全面战略同盟会带来哪些变化呢？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韩国的或者韩美同盟要超越朝鲜半岛就是韩国呢试图在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外交战略当中发挥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也就是尹锡悦政府现在提出的叫全球枢纽国家要想把韩国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样呢，他就要利用美韩同盟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达到这样的作用，而美国呢也鼓励韩国呢在发挥这样的作用。这次这个最大的测试是经济安全跟这个技术同盟关系。这个尹锡悦政府多次强调说技术同盟加上去了，这个呢，政府层次上，韩美同盟里面用写字来这个表达同盟、经济安全、那个技术安全同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那么尹锡悦政府是否会完全倒向美国？我们看到了尹锡悦在外交方面呢，并非是这个政治小白，比如说他在对美首脑会谈当中呢，尽量的避免了这个过多的谈中国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美国希望他做到的所谓选边站的问题，在这些呢，尹锡悦小心翼翼的这个回避了这样的问题，给人的感觉，尹锡悦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目前韩国的对中关系和这个维护。加强对美关系这样一个总体的外交思路。从尹锡悦这个对中关系来看呢，我们认为他执政以后呢，这个并没有像这个竞选期间做这个有损于这个中韩关系的这样的讲话。在韩美首脑进行会晤之后，双方也表示将会提升对朝鲜的威慑措施。那么这些威慑措施具体会有哪些？提升那个朝鲜的那个就是威慑措施，威慑就是遏制措施嘛。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外交国防2+2高级这个威慑战略协商机制的这个恢复。所以呢，这次恢复2+2这个高级威慑战略协商机制呢，这里可以包括。协商美国保护核武上这个核保护，然后呢什么战略武器怎么样部署，或是这个美国跟韩国的军事联系的加强，所以这可能是韩国跟美国之间呢对朝鲜遏制措施协商的最高机制。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朝鲜半岛一旦紧张
局势加剧，相较于以往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各方应该共同努力管控风险，重新回到对话的轨道。那么这种可能性究竟有没有？如果有，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很多人担心南北韩关系更恶化，那会不会解决局面？第一个，可能现在刚朝鲜碰到这个新冠肺炎，这个之下朝鲜可能走这个可能合作的一个领域的可能开始的。另外一个呢，我看呢，第三方如中国一样的这个可以影响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介入，这样的话呢，可能找到突破口。几乎是过去的30年啊，我们尝试过多种这个对话的形式啊，有这个3边的、4边的、6方的，有美朝双边的，都试验过，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特别核心的就是朝美之间的问题。那么这个里面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如何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的问题啊，如何实现美朝关系的正常化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朝鲜已经拥有了相当的核导能力，应该说呢，现在半岛无核化的这个前景呢就更加的困难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方呢，拜登政府可能也没有应该说没有特别强的兴趣去跟朝鲜方面去进行一个会谈啊，去做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我觉得好像美方的兴趣都不太大。韩方的这个推动也不太强，那么这种情况下能谈成什么样呢？我是有一点怀疑的。拜登政府想要组建芯片4方联盟，企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半导体供应链之外。那么吕先生如何看美国做的这个局能成吗？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那么也只是短期的行为。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呢，随着这个中国的市场的扩大和半导体芯片生产企业需要在供应链方面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个运行。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呢，美国的所谓的打压目的呢是很难完全实现的。中国也有很多反制的措施，包括这个比如说稀土供应，中国方面也完全可以对相关国家进行反制。另外，半导体芯片、高端芯片，中国是最大的需求国。如果这个限制了中国进口，它这个新的生产呢，也难以为继。截至目前啊，美国已经组建了2个针对中国的联盟，现在呢又搞出一个印太经济框架，这样一种政治、军事、经济3足鼎立的架势，是否说明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完全成型成熟了？达先生，跟某些国家，比方说美日印澳，这里面比如说印度那么它跟印度呢军事的合作相对有限，但是在其他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合作可能更多一点。然后它的军事这块呢，更多的靠传统盟友，还有像美英澳这样的一个组合。同时呢，他再把那个北约往这个亚太地区引那么打造所谓的全球的北约那么包括要加强日本和韩国跟北约之间的合作。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一步步的做那个地理范围在逐渐的扩大，成员逐渐的明确，然后安全的刚才说到的安全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然后全球治理的都在逐渐的做起来。确实呢，我们看到，经过其实特朗普政府就开始在做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到拜登政府呢，我想，他继承了相当大的一块儿，那么这个战略呢，应该说逐渐的清晰，逐渐的成熟了我们还是要特别高度的去重视，这可能是对中国周边环境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对中国的挑战还是很大的。接下来韩国是否会被完全整合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去呢？李先生，虽然美国的目的非常清楚，要排斥中国，或是这个超越中国的这个什么“一带一路”政策的，但是这个就是建立新的规范体系当中，韩国考虑中国的立场，可能自己的这个立场要可能中间的这个可能缓解的一个可能性也有的。那另外的比如说，美国这个包围中国的这种军事战略合作上面，
韩国会被这个完全印太这个战略上去呢？日本这可以做的，韩国呢南北韩关系或是那个地缘关系上面完全走进了，这可能是难的。这一次不是本来拜登到日本去要开那个释放这个安全会员机制嘛，但是呢本来拜登来之前韩国呢新闻里面说了，这个Quad释放机制里面韩国要参加的，或是要求美国就邀请韩国参加的，结果呢这一次就是没有提到。还有人说美国这个拒绝了韩国参加的，那这个意思么？不管是美国拒绝了，或是韩国呢是暂时保留怎么样的呢？这个就是考虑韩国的这个安全的立场，跟中国的关系，或是在韩国的半岛的南北韩局势的这个都考虑的，跟对待日本或是日本的政策不一样，所以完全这个印太战略中期呢，这个还是有点韩国来讲有点难为的。但事实上呢，美国现在确实是在两线较量，在欧洲呢，已经在跟俄罗斯展开一场代理人战争，除了没有亲自下场，其他能做的都做了。而在亚太地区呢，又要全力遏制打压中国。达先生又怎么看待美国目前的战略态势？包括这次拜登来亚太地区访问，来日韩访问，我觉得一个基本信号就是，美国尽管那边有俄乌冲突，但是美国仍然特别高度关注亚太这个地区。尽管如此呢，我想战略上意愿是一回事，但是最终你战略上你有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手段，有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战略的资源来达到这个目标，达到你的意愿，这是一个要打一个问号的。对他来说，集中精力应对中国的崛起，集中精力投到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他要做的，而且他确定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俄乌冲突呢，其实对他来说是个干扰项那么尽管他在这个干扰项当中他在获利，但是我也不认为说他能把这个干扰项就是好，我就控制好它，我把它拉长，同时我还能做好原来的事情。我想战略上的事情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也都不是这么一刀切下来就这么清楚的。其实这里面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对美国的在这个印太亚太地区的战略，我觉得还是投下了变数的我们还是要去继续观察这个形势。拜登政府想要组建芯片四方联盟，企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半导体供应链之外。那么吕先生如何看美国做的这个局能成吗？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那么也只是短期的行为。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呢随着这个中国的市场的扩大和半导体芯片生产企业需要在供应链方面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个运行。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呢，美国的所谓的打压目的呢是很难完全实现的。中国也有很多反制的措施，包括这个比如说稀土供应，中国方面也完全可以对相关国家进行反制。另外，半导体芯片、高端芯片，中国是最大。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外界也注意到，美国搞印太经济框架，真正能够给到参与者的好处并不多。这个框架除了针对中国、排斥中国、打击中国是明确的，在其他方面就很模糊、很空泛。那么，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这个框架里面的这种，这个标准建立标准什么呢？还是要看以后怎么样发展。在拉韩国加入的时候，韩国一再声明，这个亚太经济框架不包括排除中国，一再做这样的声明。我想其他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也会有类似的说法。如果各个国家在加入美国的所谓这个亚太经济框架当中，都声明不与中国作对，不以中国为敌，不排除与中国的合作的话，那么美国就会白费苦心了，就这个框架就成为一个空的框架。我们要增强我们自己跟地区国家的连接性，我们要增强我们自己的这个粘性这个粘性增强了，那么美国那边它就算它的粘性在增强，我们也不会脱钩。更何况美国那边怎么做，能不能做到，我觉得确实还是有不确定因素的。
所以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怎么样能够让中国自己的经济充满活力，并且让中国的经济保持开放的态势，加强和我们亚太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合作、经济的联系，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拜登政府公布了其首份印太战略，此战略下，美国正加紧构建以432为主体的印太安全框架，4级4边机制，3级是美英澳3边安全合作，也就是 AUKUS，2级是美日、美韩2个关键的双边同盟。而另外需要警惕的是，除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也在经济领域对华打造双核制，特别是通过建立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让多个联盟机制相互配合，形成互补，从而使得其遏华战略也呈现出了多领域一体布局的新特征。外界最为关注的就是拜登将仿亚太型的首站设为芯片工厂——三星平泽工厂。三星平泽工厂是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生产基地之一，不仅生产新一代储存芯片，还制造超微晶圆代工产品。据报道，三星电子在这次参观活动中就向拜登介绍了采用环绕闸极架构的3纳米半导体样品。实际上，拜登到访的也是三星电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泰勒市新建的170亿美元半导体工厂蓝本。该厂房预计于2024年下半年起投产，主要为客户代工5纳米的芯片，主要面向移动设备、5G、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并将为泰勒市再创造3000个优质新岗位。要知道，此次建厂是三星在美国规模最大的投资，也是在海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投资。之前，三星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就建有一座工厂，而此次的新工厂将是老厂规模的4倍。据报道，美国总统出访首先去参观一家外国企业非常罕见，特别是此举还是拜登方面主动要求。因为他最近的选情实在非常严重，所以他这个访问，我想应该说是一箭三雕吧。一方面是鼓励了韩资企业的对美国的信心，第二个达到挑拨和阻拦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阻止三星向中国企业的合作，因为三星跟中国的合作一直是很多。第三呢，能够为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和投资方。美联社的文章分析指出，全球超过75%的芯片生产来自亚洲。美国担心亚洲一旦事态紧张，美国用于军事装备和消费品的高端计算机芯片的供应会被切断，而韩国和日本一样，在半导体和电池等未来关键技术上保持优势。拜登之行，路人皆知。拜登到亚洲来之前，他已经做过很多的舆论铺垫，特别是对于半导体产业如何围堵中国，他已经提出了多种策略和方针，而他的核心观点和重点将是放在韩国和日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拜登访问这个企业突出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他知道非常重要的一点，抓住了三星就抓住了半导体的核心，而抓住了半导体，他认为就抓住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命门。当然这是他一厢情愿的判断。去年，拜登政府就推出了一个数额达到540亿美元的重振半导体产业的方案，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改变美国芯片制造落后的局面。今年3月，他还提议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组建芯片4方联盟，其背后的意图就是利用这一组织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虽然美韩去年成立了韩美半导体合作伙伴对话机制，而且这次韩方也表示，两国今后将在半导体、动力电池等战略产业领域扩大相互投资，为稳定供应链开展合作。但有观察指出，韩国作为半导体强国，为了谋求产业的持续发展，与拥有多项原创技术的美国开展合作，结成半导体同盟也是在所难免。但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韩国恐怕不会轻易被美国忽悠。比如在组建芯片4方联盟问题上，韩国就曾表示出了拒绝的态度。要知道，中韩在半导体上紧密合作，中国大陆是无法忽视的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据市场调查机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贡献了全球半导体市场50%以上的销售额。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均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单一市场，
销售额同比增长27.1%至1925亿美元，约合1.22万亿元，相当于每天花费超33亿元。事实上，不光因为市场，美国的自私与霸道也难以取信韩国。虽然口头上喊着合作，但就在去年9月，美国商务部还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机密数据。美国不管他今天对你有多好，他明天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一旦他认为你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将你抛弃，甚至用各种方法制裁你。所以对于韩国来讲，它只是作为美国这个供应链当中的服务商，一个配角。一旦他有想成为主角，取代美国的想法和动作的话，就会受到美国无情的打击和制裁，这个后果是可以预想到的。同时，另外一个是韩国不可忽视，包括美国在内，你的半导体生产出来，你卖给谁呀？你不卖给中国，中国是最大的买家。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此次访韩最后一项行程是与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义宣的单独会面。郑义宣在会后宣布，到2025年，在机器人科学等未来新兴产业领域增加对美投资50亿美元，加上前一天公布的近5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现代汽车集团在拜登此次访问期间承诺对美投资逾100亿。美联社评论称，韩国公司在美国的重大投资反映了美韩借助两国长期的军事关系，建立起了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美国还想作为自己牵头一个新的框架，它可以制定规则，它可以制定各种先决条件，能够加以控制。而在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当中，这个日韩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成员，所以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和他原来所提的印太战略实际上是相吻合的，一个是在军事上，一个是在经济上，两者相互支持或相互支撑。据韩国日报20号报道，当天尹锡悦被记者问及韩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将如何影响对华关系时，他回答：“不要将此看作零和游戏。”文章称，此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尹锡悦政府今后将继续维持和发展对华经济交流。截至20号，尹锡悦本人和总统室已经连续4天对外声称韩中关系没有异常，而且韩国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还表示，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排斥中国。也有日本媒体指出，到目前为止，该框架的具体内容和运作方法很不透明，其前景或面临诸多难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今年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由于美国国内供应链混乱、劳动力不足、通胀加剧，民众积怨颇多。在此情况下，拜登能否将足够的政治资本分配给这一经济框架，将面临严峻考验。而更重要的是，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负1.4%，3月通货膨胀率为8.5%，创40年新高。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更是跌跌不休。这个时候让美国开放市场、削减关税，无异于虎口夺食、与虎谋皮。京都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渡边博明还指出，美国退出 TPP 削弱了日本对印太经济框架稳定性的看法。虽然拜登可能会在执政期间推广他的框架，但不能保证下一任总统会这样做。不过需要警惕的是，与印太经济框架高度关联的经济安全，也是这次拜登亚太行的热词，而且韩日也接受了这种说法。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与拜登会谈时就表示，韩美同盟要顺应经济安全时代环境发展进化。经济安全一词最早来自于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2021年3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更将经济安全上升到中美制度竞争高度。因此，近年来，美日也在安全战略合作中有意突出经济安全保障。他们把经济安全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词来拉拢、吸引西方的一些盟友，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盟友，用经济安全来拉拢韩国和日本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来保证他们的所谓的经济利益。因为安全是个框，美国呢什么都把东西都往这个框里装，你把它泛化，把它政治化，实
甚至于把它作为抹黑和丑化对手国家、阻止对手发展的一种措施和手段的话，我想经济安全就是失去了它应有的味道，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经济威胁，是一种不安全因素的新的来源地。对此，日本国立新系大学副教授张元业指出，美日过度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同盟会产生跌入3大自我陷阱的风险。经济安全只能在经济增长和创新中实现，单纯依靠保护和军事同盟，不仅会阻碍正常的经济活动，限制自身发展，还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全。在此基础上，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鼓吹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要求的多边伙伴关系，实质是在利用所谓的经济安全，推动区域国家在供应链、基础设施等方面去中国化。亚太应该成为和平发展的高地，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决斗场。企图把亚太阵营化、北约化、冷战化的各种阴谋都不可能得逞。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后只会孤立自己。在经济上拉韩国建围堵中国小圈子，抵达日本的拜登又开始在地区安全上搞事儿。拜登在与日本首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若台湾受到攻击，美国愿意动用武力保卫台湾。You did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Ukraine conflict militarily for obvious reasons. Are you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militarily to defend Taiwan if it comes to that? Yes. You are.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就在拜登做出这一言论后不久，英国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很快澄清说，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并未改变。拜登总统的表态指的是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所谓军事防卫能力的承诺。他重申，我们支持一中政策及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承诺。事实上，这并非拜登首次发表所谓协防台湾的论调。去年10月23号，拜登在出席 CNN 市政厅节目时，一名现场观众提问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Can you vow to protect Taiwan? Yes and yes. 拜登过完嘴瘾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白宫国务院紧急出来澄清称，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也没有改变。外界也注意到，无论是拜登的措辞，还是白宫的火速回应，都与此次如出一辙。中方对美方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中方必将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我们说到做到。5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抵达韩国，展开为期3天的访韩行程。而就在11天前的5月10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刚刚履新，还没访美就迎来了拜登总统的首次亚洲行。而且美国还打破传统，先访韩再访日，这些都让韩方兴奋不已。尹锡悦不仅全程陪同拜登在韩3天行程，连佩戴的口罩上面都印上了美韩国旗。那么此次美韩元首会晤成果如何？韩方对美积极示好，接下来是否彻底走上亲美道路？拜登对尹锡悦政府的信任又有几分呢？5月21号下午，拜登前往首尔龙山总统府与尹锡悦举行元首会谈。尹锡悦在会后的记者会中表示，为强化在半导体、电池、核能等新领域实质合作，两国将随时就国际供应链及尖端科学技术等议题进行合作。韩媒 Newsys 报道指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像是不久前尿素短缺，就是会直接影响民生与产业的资源供应链稳定问题，与国安、军事安保同样重要。间接提及中国对国际供应链影响。不过，李开胜认为，要真正走向全面战略同盟，美韩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说在俄乌问题上，美国呢，它是一直希望啊，这个它的全球盟友，包括韩国在内啊，都能够加入这个对俄制裁、对乌援助的阵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韩国就暴露出它一个现实政治的一个算计了，因为这个对韩国来讲呢，它不太愿意过深的得罪俄罗斯啊，因为俄罗斯，实际上它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当中也是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啊，甚至在朝核问题上，俄罗斯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言权。所以在这个俄乌问题上，这个韩国它是没有达到美国的一个预期的。
共同声明中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拜登在记者会上提到，近期有数据显示，美国在1976年以来的45年间经济成长速度快于中国，表露与中国在经济领域上的竞争态度。而这次尹锡悦宣布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外界都认为是一种遏制中国的方案。包括在这次参观这个三星的工厂的时候，这个尹锡悦他在发言当中，他也特别强调，所谓的供应链只有在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之下，才能够得到发展啊，这个大义如此呢。所以说，他把这个所谓的产业链、所谓的经济跟自由民主这样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这个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包括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尹锡悦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也是一直在强调所谓的自由，就是把价值观外交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位。韩联社报道，韩国经济安保秘书王远忠在总结会谈成果时就此说明，韩美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完全没有涉及将中国从供应链排除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联合声明中还破天荒提及台海议题，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印太区域安全与繁荣的基本要素。他这种提及台湾呢，它实际上是充当了这个美国来进一步干涉这个中国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其实只是破坏中国的统一，也势必对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稳定性的一个破坏。在美韩同盟当中这个韩国本来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一个弱小的地位。那么由于当前尹锡悦政府的这种政策，那么这个美国它对这个同盟的这种掌控力会进一步增强。那么韩国在这种同盟体系之下，那么可能最终它的安全和利益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对韩国有利？我觉得这个也是韩国它自身应该去反思的。事实上，就在韩美领导人在首尔举行会谈当天，来自韩国各地的多个市民团体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现场民众手持反对导致新冷战的韩美日同盟，全面停止韩美联合战争演习，抗议美国试图借强化韩美同盟激化东北亚紧张局势，要求停止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改变韩美间不平等的同盟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如果说按照美韩的战略同盟的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话，势必就会加剧地方的这种两极化不只是把中国排斥在外，而且也会把这个比如说朝鲜进一步的推到对立面，而且包括把一些其他的国家，你包括还有很多没有参加这种美国印太经济性框架，也会排斥可能没有跟美国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国家，所以这个就会势必造成这种地区的这种分裂和对抗。实际上，尹锡悦在竞选总统期间就已经展现出加强美韩同盟的愿望，而在当选总统后，3月10号上午，尹锡悦发表胜选感言仅5个小时之后，便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相较于以往历任当选人与美国总统通电话的10点，这次美韩双方属于火速通话。5月7号，当时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的尹锡悦访问了驻韩美军平泽基地，这在历任总统中尚属首次。据当选总统发言人裴贤镇透露，尹锡悦5月7号乘直升机前往汉弗莱斯营，同驻韩美军官兵进行交流。汉弗莱斯营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的军事基地，是驻韩美军的核心。目前位于首尔龙山的韩美联合司令部年内也将迁至此地。为了此次元首会晤，尹锡悦政府更是做了大量功课，其中现任韩国外长朴振功不可没。据悉，韩国大选后4月初，朴振作为当时尹锡悦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团长，在美国待了足足9天，为双方首脑会晤打前站。期间，朴振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谈，并向其转交尹锡悦写给美国总统拜登的亲笔信。随后，在5月13号，朴振正式就任韩国外长后，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举行了视频通话。而在拜登抵达韩国当天，也是朴振在机场迎接。尹锡悦上台以后，他作为保守派政府其实大家都判断他肯定会采取一个亲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亚太战略来讲是一个战略机遇呢。所以就是说我个人理解拜登把韩国排在日本之前来进行访问，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拉拢韩国，把韩国进一步绑定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战车上面。分析认为，尹锡悦一直寻求韩国成为全球枢纽国家，其中重要一部分是与美国深化同盟关系。
现在韩国是全球第10大经济体，所以韩国也一直希望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一种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个也跟韩国的民族的这种性格是有一定的关联。美国也是给予了这个相当大的一个支持，因为这也是符合美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目的啊。因为美国它现在无论是在这个欧洲方向，在亚洲方向拉拢它的盟友来平衡中国，那么韩国确确实实也会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5月21号下午，拜登强调，韩美商定尽早重启延伸威慑战略磋商，同时批评朝核严重威胁半岛乃至世界和平稳定。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再次重申，只要朝鲜契合，将助其发展经济。因为联合声明当中要提到要重新引进这个美国的战略武器，所以这个也是韩国非常关注的一点，而且有可能对半岛局势会形成一个新的恶化的因素。战略武器加上这个所谓的延伸威慑战略这个机制，这个双方也是表示要重启，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美韩之间的这些动作，包括联合军演，接下来会对半岛局势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刺激？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变量。美韩自己在不断的在一点点的刺激朝鲜，然后呢，使得呢整个半岛局势不断的这种变得越来越紧张。那这个才是美国的真正用意啊！它是通过的这种不断的往前拱，加强美韩之间的关系。像美国方面呢说得很清楚，其实加强美韩之间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韩国的军力部署，使得呢韩国越发的紧密的绑在美国的身上，这才是美国的真实用意啊！此前，外界普遍关注此次韩美首脑会议中是否会谈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等相关议题。With regard to whether I would meet with the leader of North Korea, that would depend on whether he was sincere and whether it was serious. 拜登政府对此的顾虑也在几次犹豫反复中表露无遗。例如，美方曾一度释放消息称，拜登会在访韩期间与文在寅举行会谈。韩国前统一部长官丁世炫表示，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特殊的友谊，拜登或考虑让文在寅担任对朝特使。然而，随后美方又在拜登抵韩前一天矢口否认，称拜登没有与文在寅会晤的计划。关于拜登是否要参观韩朝非军事区，几乎是上演了同样一波先放风再否认的戏码。就在上周，拜登还表示会考虑前往韩朝非军事区，引发韩媒争相报道。随后，白宫方面又表示，拜登不会前往非军事区。有分析认为，一般来讲，美国总统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大体上有2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近距离感受韩朝对峙，另一方面则旨在对朝施压。拜登此行不去非军事区，也令外界质疑其对朝鲜的态度究竟是过于谨慎，还是仍处于战略模糊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拜登虽然不去韩朝非军事区，但却访问了位于京畿道乌山的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航空航天作战本部，成为第1位访问韩国作战中心的美国总统。位于乌山驻韩美军基地地下掩体的作战本部是朝鲜半岛战区内航空航天作战的指挥控制中枢，实际上也是韩军的战略司令部。作战本部负责控制朝鲜半岛驻韩美军空军资产，在非战时状态下也可以识别进入半岛领空的所有飞行器，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拜登参加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信号啊，不但是对朝鲜，也是包括对地区其他国家的一种信号，就是美韩同盟，美韩2个国家决定在这方面能够采取一些协同的这个动作，来应付他们所谓眼中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如果说拜登呢访韩，他视察了这么多的军事单位，那很明显的就是向外传递出来，美韩呢在军事方面的进一步的密切联系。特别是韩国现在对于空中以及呢对于太空这方面的能力越来越重视，那么美国呢它必然会加强的和韩国呢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那这个实际上呢不排除美国以后呢和韩国之间在军事航天方面有这种更大的动作。显然，那这如果是真的往下推行的话，对于朝鲜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刺激。今年4月，朝鲜在街头列队展示其导弹，身穿白色军装的金正恩发出强烈警告，任何威胁朝鲜的敌对势力将不复存在。5月4号，尹锡悦就任前夕，朝鲜又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韩媒将此视为朝鲜方面对尹锡悦的强势回应。而就在朝鲜新冠疫情严峻之际，尽管韩方主动提出了合作提议，但朝方却接连数日未做出回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朝鲜半岛局势
很可能呢是朝着紧张的方向进行发展的。这个是由前一段时间，那美韩就不断的在进行的这种勾连嘛。你像他们在一起呢进行这种联合军事演习不向朝鲜方面的去进行通报。韩国呢又不断的放出来这些对朝鲜的狠话，还有就是美国呢，他也一样，他呢不再去强调呢这种对话，相反的，他是不断的在刺激朝鲜，让这个半岛局势呢进行升级，然后呢他呢能够趁机去对朝鲜呢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对韩国呢则是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控制。这呢情况下呢，你想肯定是不可能让半岛局势的缓和的，只会呢向着这种紧张的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尹锡悦在竞选过程中还曾承诺要在韩国再部署一套萨德系统，但韩方近日公布的施政大纲中并未将追加部署萨德列入其中。分析认为，尹锡悦的相关表态更类似于向美方交出投名状，因为部署萨德显然更有利于拜登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让美方得以在东北亚地区形成战略威慑。尹锡悦呢，像他竞选的时候，那可以口无遮拦说各种话表达自己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取悦呢韩国的保守派。但是真正当他呢上台了，要执政了，那面对的事情呢就跟他竞选的时候不一样了。竞选的时候乱喊，那不用负责任那现在上台了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呢，如果说你现在尹锡悦呢把朝鲜半岛局势呢给刺激起来了，那么接下来他呢会怎么去进行呢这种后续的处理